被困在西伯利亚的无人区，即将绝望的他眼前出现了一个破旧的木屋。克鲁仿佛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难道说这里就是充满物资的猎人小屋吗？看屋顶的样子，这里应该是废弃很久了。他走进了屋内，看看有没有能用的东西。可当他看到里面之后，我的天，这哪是传说中的猎人小屋啊？这就是一个被人废弃很久的木头房子，里面基本上没有能用的东西，里面的墙体都已经掉落，而唯一的一块窗户还在往里倒灌着刺骨的冷风。不过克鲁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，今夜可能会迎来更大的暴风雪，而他必须要在3小时内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。眼前的这个被人遗弃的木屋就是他现在最好的选择。第一步就是把内部清理干净，然后把自己的装备先放进来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能带3件装备在这里过夜，你会带什么呢？请大胆的说出来，或者留下一个你的专属表情，我会为那些令人眼前一亮的答案点赞。他把篝火点燃之后，就不用担心随时能窜出来灰狼了。现在距离天黑只有3小时，他现在需要加快速度清理屋内。西伯利亚冬季的夜晚最低能达到零下70度，想在这种极度寒冷的地方生存一夜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清理房间过后，他开始把最致命的问题解决。由于条件有限，他只能利用塑料薄膜把窗户封上，里面铺一层之后，外面也铺了一层，这可以让2层薄膜之间形成特殊气体，更有效地阻挡了外面的冷空气进入屋内。克鲁从装备里面拿出来了一个秘密武器，壁挂炉可以让这个不大的小屋瞬间温暖起来。在这种地方生存，和物理学活下去的。如果刚才也想携带壁挂炉，说明你确实有一定的野外生存经验。厉害的来了，他直接戴着手套拿起来了一块木炭，放进了屋内的壁挂炉。现在只需要半小时左右，屋内就会特别的温暖。而门口的屋顶机关对于克鲁来说非常危险，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一旦出现伤口就是致命的存在。他利用屋内升温的时间，把外面的屋顶进行了修复。回屋之后，屋内已经开始变得暖和起来。他脱下了外套，虽然外面天寒地冻，但是这个小木屋封闭非常好，让屋里面非常温暖。克鲁在壁挂炉上烧了一壶水之后，就要开始准备今夜的晚餐了。他拿出来了腌肉，这种肉在寒冷的天气下可以保存很久。然后把肉直接放进了没有油的锅内。当肉的油脂被煎出来的时候，整个小屋都飘散着鲜味的油香。当肉从白变红，并且有一些焦香味出来的时候，他把肉盛了出来。接下来他把面饼放进了刚才煎肉的油里，当碳水碰撞到油脂，这个面饼散发着非常香的味道。克鲁面对眼前的美食，也开始大口地享受起来这些美食给他带来的满足感。此时西伯利亚的黑夜降临，外面天寒地冻，寒风冷冽，仿佛能吞噬一切带有温度的东西。而克鲁却在这极寒的环境下躲在了温暖的小木屋里，这个地方就是他今夜最温暖的港湾，他也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。